90年代物资稀缺，家里好不容易炖只鸡，妈妈却把鸡腿给了隔壁王叔叔的儿子。爸爸在饭桌上问起时，他说是我吃了，我不承认。就是你吃了，就是你吃了，吃了你还不承认，我打死你个撒谎精！再醒来时是在餐桌上，爸爸捞着碗里的鸡肉，疑惑道：鸡腿哪儿去了？正在镜子前打扮的妈妈赶紧走过来讪笑道：鸡腿是青青吃了。说着他还用力推了我一把，使了个眼色。是吧，青青？我看着他焦急的神色，想起上辈子医生说我抢救无效时，他拍着胸口松了一口气的样子，轻轻一笑，直接站起来大声说道：爸，鸡腿是我吃的，妈妈才没有给王叔叔。妈妈愣了一瞬，接着便站起身尖叫道：刘青青，你在说什么？上辈子我是被我妈活活打死的，因为我没有当着爸爸的面承认他送出去的鸡腿是我吃的。鸡腿就是你吃了，你还说你没吃，小年纪就谎话连篇。我爸看不下去，上来拉住他：行了，青青吃了就吃了，他还小，别打了。妈妈看向我的眼神里带着厌恶，咬牙切齿道：小什么小，他就是不想让我好过。我不明白为什么妈妈非要把事情推到我身上，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做这样的事了。快拿回去，别让人看见。谢谢阿姨，阿姨你对我真好。每次家里有点稀罕吃时，她都会偷偷拿给隔壁王叔叔的儿子王耀杰。爸爸起疑心时问起时，他就推到我身上：除了青青还能有谁？她就是嘴馋，一个女娃又馋又懒。再看看人家耀祖，我不知道王耀祖有什么值得称赞的。他没有妈妈，是跟着王奶奶跟王叔叔过。每天王奶奶早起做饭时，他还在睡，不像我一样要早起给家人做饭。他还经常嫌弃饭里没有肉，一把就将桌子掀翻，大吼大叫着让王奶奶滚。但是妈妈就是喜欢他，妈妈还说这叫男子气概，男孩都那样。转头又嫌弃地看着我：男孩吃了长个儿，是家里的顶梁柱，女娃吃了有什么用？以后就是给别人家养的白眼狼。每次爸爸听到这样的话，就会跟他生气。我不想爸妈吵架，于是就默默替妈妈瞒着。可是这次是鸡腿，1年也吃不到1次的鸡腿，我太馋了。所以在妈妈说是我吃了的时候，我没有再像之前一样替她隐瞒，我只是想吃个鸡腿。妈妈却因此发了很大的火，一巴掌接一巴掌的打我。爸爸劝她的时候，她还说啥事我不想让她好过。我心里腾起一股委屈，一股脑的说道：根本不是我吃了，是王耀祖吃了，妈妈给了。话还没说完，妈妈猛地冲上来，用力将我推倒，我的头磕在了桌子上，鲜血流了满地。妈妈吓坏了，但她又很快反应过来，百般拉扯要把我送去医院的爸爸。如果青青醒了说我推的他，那我不得去坐牢？老刘，我害怕。我爸是个老实人，但是他也不傻，只匆匆撂下一句孩子的命最重要，就挣脱开他抱着我往医院跑。可已经太晚了，我已经失血过多，就不回来了。临死前我看到匆匆赶来的妈妈，听见医生说我抢救无效时，像松了口气般拍了拍自己胸脯，带着满腹怨气我闭上了眼，再睁开时竟然又回到了饭桌上。妈妈的尖叫声格外刺耳，我被吓得缩在椅子上，颤颤巍巍地说道：妈妈，你就是那么教我的，我说的不对吗？妈妈气得眼眶通红，冲上来就要打我。贱蹄子，你在说什么？你吃的就是你吃的，哪有什么王叔叔？爸爸这会也反应过来了，朝妈妈大声吼道：你这么着急干什么？是不是心虚？你跟王献言是不是背着我有什么事儿？那是我爸第一次发那么大火，妈妈吓得面色惨白，愣在了原地。他确实跟王叔叔有奸情，我亲眼看到过王叔叔把妈妈的手捧在手里哈气，那是数9寒冬。妈妈嫌弃水冷，将爸爸的脏衣服丢在一边，却转头就把隔壁把王叔叔的衣服洗了。回家的王叔叔看到后，拉着他的手轻轻哈着气，问他冷不冷。妈妈娇笑着说不冷，不冷，就算是冷我也愿意。说着眼见四下无人，两人郎情惬意地搂在一起。想到这我冷笑一声，他就是不识好歹，放着好日子不过，非要赶着去替人家遭罪，那我就成全他。妈妈的沉默让爸爸怒火更盛，认定是他出轨了，冲上去就是一巴掌。妈妈被打得嘴角出血，回过神来后赶紧抓着我爸的衣袖扮可怜。都是青青胡说的，我没有出轨，都是这个贱蹄子瞎说的。老刘，这么些年家里穷也好累也好，我抱怨过一句吗？你就这么不相信我是不是？望着妈妈这副委屈的模样，爸爸抬起的手犹豫在空中，胸腔起伏不定。一是他没有确定的证据，二者他还是很爱我妈的。别家的女人都是随丈夫一起出门干活挣钱养家的，我爸心疼我妈体弱，只让她在家洗衣做饭，可我妈妈却不记我爸的好。我想起在我死后意识还未消散，曾亲眼看着妈妈在王叔叔的花言巧语下哭诉着让我爸替他顶罪去坐了牢，他则拿着爸爸辛辛苦苦挣的钱，转头就高高兴兴嫁给了王叔叔。胸腔涌上一阵恨意，我必须要有足够的证据让爸爸看清这个女人的真面目。迎着我妈看向我那怨毒的眼神，我适时开口说道：爸爸，你别跟妈妈吵架了，一会儿要耽误妈妈跟王叔叔约定好去大槐树底下扔垃圾的时间了。房间里灯时一静，下一秒爸爸不顾妈妈凄厉的惨叫声，从厨房里拿起刀就冲了出去。妈妈见拦不住爸爸，冲上来狠狠扇了我一巴掌。刘青青，你这个，你就
妈妈说完，着急忙慌的就冲出门去。我顾不上脸颊火辣辣的疼痛，紧跟其后，一直跑到了大槐树底下。爸爸果然跟早早等在那的王叔叔扭打在一起，周边围已经满了看热闹的人。妈妈尖叫一声，扒开人群挤了进去，惨叫声和怒骂声断断续续传出来，场面一时十分混乱。我站在人群外进不去，正着急里面的情况时，王耀祖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我身边。小，你爸还敢跟我爸打架？我奶奶说了，你是个小，你爸也是个臭乌龟，绿王八。我被他扯得头皮生跑，想起前世每次我妈拿着吃的给他时，他都会故意得意洋洋的大声说：阿姨，你对我真好，就跟我亲妈一样。有些亲闺女的吃不到，我就吃到了，谢谢阿姨。然后斜眼看我难受的模样，咯咯咯的笑。这样的畜生玩意，他也不能跑。于是我忍者疼痛，假装高兴道：王耀祖这次两家打完架，我妈再也不能给你家送吃的了，以后我妈妈就只疼我自己喽。某些没有妈妈的人啊，可就可怜喽。王耀祖扯得更用力了。放屁！你妈才不疼你！你妈说你是个赔钱货，天天过房，臭！我笑得更大声了。你也说是我妈，不是你妈。以前我们两家关系好，我妈给你好吃的，现在打起来了，我妈肯定只疼我了。王耀祖听后顿时急了，赶忙松开我拖着肥胖的身躯挤进人群，大声道：爸，你不说张阿姨早晚都是我妈妈吗？我今天就想让她当我妈妈，我要让阿姨给我当妈。此时我爸刚被众人拉扯开，王叔叔鼻青脸肿，还嘴硬说他俩根本没有事，都是我爸胡思乱想。王耀祖这一嗓子喊得正好，我爸眼睛通红，面目狰狞，犹如一只猛兽一般，又冲向王叔叔。好啊好啊，你们这对狗男女！说罢，正拖开众人，又狠狠揍了王叔叔一顿。这么一闹，街坊四邻都知道我妈跟王叔叔这个年代生育大如天，所有人都以为我妈会痛哭流涕的请求爸爸原谅她，她也确实这样做了。只不过拉扯中，她被我爸踢了一脚，撞破了头。在醒来时，她竟然泰然自若地当众表示她要跟爸爸离婚，要跟王叔叔在一起。爸爸被她气得说不出话，大声问她有没有羞耻心。妈妈一边收拾衣服，一边趾高气扬地说：羞耻心？羞耻心是什么？哼，我告诉你，我以后可是局长夫人，跟你这种底层老百姓可不一样，我早就受够了你了。一个干苦力的，你这辈子都出不了头了。当初嫁给你，真是我倒了8辈子血霉。我上辈子就该早早的改嫁，还能多享2年福。我瞬间明白过来，妈妈也重生。爸爸被他气得眼睛通红，脸色铁青，偏偏王耀祖还站在门口朝我略的做鬼脸，火上浇油。你没有妈妈喽，你没有妈妈喽，你的妈妈是我的喽，一个绿王八，一个小。我冲上去狠狠给了他一巴掌，骂道：你才是贱种，给我闭嘴！要不是力量悬殊，这一巴掌我早就想给他了。王耀祖顾及我爸在场，到底没敢动手，只捂着脸恶狠狠地瞪着我，直到我妈拿着东西出来，王耀祖才敢上前告状。我妈啐了我一口：管他干什么，一个短命鬼！说罢拉着王耀祖走了。前世我已经被他伤透了心，这几句话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只是苦了我爸，浑身颓唐，眼神空洞，坐在椅子上久久回不过神。等我妈走远后，他才终于忍不住伏在桌上呜咽出声。我心疼不已，上前拉住他的手。爸爸手掌粗糙，是常年干粗活留下的厚茧，衣服上也都是灰尘和磨痕。我妈总是嫌弃他干苦力，身上脏兮兮的，又羡慕王叔叔教书育人，身上总是干净得体。可他忘了，爸爸本来也有机会当教师的，只是教书育人虽然光彩，但是挣得不多。王叔叔的老婆就是因为他挣得不多，去厂里干小工，才意外掉进机器里去世的。爸爸放弃体面的工作，是想让妈妈安安稳稳待在家里，让我能吃好点，让我们家能好过点。他没有做错什么，错的是妈妈。我爬上椅子，紧紧地抱着爸爸。放心吧，爸爸，这辈子他一定会遭报应，而我们也一定会有个好结局。之后，我妈自认为过了几天好日子，我几次看到她都是哼着歌，满脸幸福的模样。有次我去洗衣服时，正巧碰到她。平日她在家从来不给我跟爸爸洗衣服，嫌弃爸爸的衣服脏，嫌累，冬天嫌冷，夏天嫌热。去了王叔叔家也不累了，也没那么多事了，拎了满满一大盆，脸上还带着笑。看见我时眼里满是幸灾乐祸，阴阳怪气道：哟，总出来洗衣服了？那可不是嘛，家里没有女人了，可不就得让个孩子出来洗？不过也没关系，你就生了个贱命，活该干这些累活。我看着他这个不要脸的贱样，满肚子火，一扔手里的衣服，大声道：我是天生的贱命不要紧，就怕有些人不是那天生的贱命，偏偏非要上赶着去别人家当那个贱命去。你这个小贱种，你还敢说我？他气急败坏冲上来就准备打我，被周围一起洗衣服的婶子们拦住了。正闹着的时候，被下班过来接我的爸爸看见了，我爸冲他大吼了一声：你干什么？自从重生后，我妈底气可足了，看到我爸丝毫不示弱。怎么了？怎么了？你还想打我？什么本事都没有，只会打女人，怪不得当了绿王八。
我爸气得眼睛通红。那也比你这个破鞋强，你个不要脸的玩意儿，上赶着让人家睡，你还好意思说？我拉拉我爸的衣袖，不想让我爸跟他吵，没有意义还平白让人说闲话。我爸熄了火，抱起我准备回家，但是我妈才不怕人家说闲话，她撸了撸袖子，大声道：对，我就是上赶着让人家睡，我就是愿意给人家家里干活，不好意思的，谁让人家有本事呢？谁让人家比你强呢？此话一出，在场的大娘婶子们都露出鄙夷的眼神，显然没有想到她能脸皮那么厚。我爸也被她气得说不出话了，有不怕得罪她的大娘说道：王家媳妇，你可少说两句吧。之前你跟着小刘的时候，他多知道疼你，从没让你干那么多活。到了老王家，你可是勤快，做人可不能糊涂。你们这些乡下人懂什么？我们家老王以后可是要当局长的人，现在吃点苦，受点累，以后可享福呢。说完，他满脸得意，拿起衣服就走了。等他走后，邻居大娘才说道：小刘，你别听他胡说，你看着他这样的，他就是嘴硬，其实他过得不好。对，老王家才不是傻省油的灯，以前家里的脏活累活都是王婆子一个人干，现在都给他了。我上次还看到他在门口跟小王诉苦呢，可不是，跟人家搞破鞋还能当领导，哪有这样的事？你听他胡说，从那以后我爸就不让我干活了，一来怕碰到我妈我会吃亏，二来他说我年龄大了，让我没事在家多学习，学习能明事理，辨是非，不至于像我妈那样做事犯糊涂。他这一说让我想起一件事，上辈子我死后在我爸身边待了很长时间，知道他入狱以后，狱管听说他有文凭，惊讶不已，安排他去做了技工，还因为技术好给他减了刑。只是后来王叔叔做了官，他跟我妈怕事情败露，买通了领导，还是给他判了死刑。有文凭是我爸现在的一个长处，现在干那些脏活累活挣钱是多，但是终归没有前途，未来还是要靠技术才能走得更远。我跟我爸说了这件事，我爸听后脸色复杂的摸着我的头说：青青长大了，懂事了，知道为爸爸考虑了。他还一直安慰我，让我不要伤心。我妈那个人就是太糊涂，我倒是没有多伤心，无论前世还是这辈子，我妈在的时候，我没有吃到过一点好东西，没得到过半分母爱，那些本该是我的东西，她都给了王耀祖。她走了以后，我反而过得更舒心了。再见到我妈是立冬那天，我去小卖铺买盐，正好看到王耀祖拉着我妈的裤腿在地上打滚。一段时间没见他，我感觉他老了很多，也没之前那个嘚瑟样了。低头看着打滚的王耀祖，一脸的苦笑。你奶奶就给了这么点钱，买东西都不够，哪来的钱买糖？你也不是小孩子，要懂点事。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教育王耀祖。以前他看到王耀祖对着王奶奶撒泼打滚的时候，羡慕的不行。王奶奶教育王耀祖两句，他都得赶忙上去劝着。男孩子都那样，调皮捣蛋，这叫男子气概。然后主动掏钱给他买吃的买喝的，哄得王耀祖高高兴兴地冲他喊：阿姨你真好，你要是我妈妈就好了。现在真轮到他给王耀祖当妈了，他却又让王耀祖懂点事。可惜王耀祖可不吃他这一套，直接站起来骂他：臭婊子，你还教育起我来了，是你自己想给我当小妈的。我奶奶说了，你就是个破鞋，你还想管我，管得着吗？去你的！我妈被王耀祖当众掀开了遮羞布，气得拿起树枝就想揍他。王耀祖抬脚就往他身后跑去。奶奶，这个贱人又想打我！王奶奶可不是吃素的，上去一把扯住我妈的头发，大骂道：小贱人，你还想打我大孙？你算是什么玩意儿？被人不要了的破鞋，我家县爷能要，你就是给你脸了，你还蹬鼻子上脸了，我今天就让你长长记性。说着啪啪啪几个大耳光扇到了脸上，我妈被打得惨叫连连，一边讨饶一边说她实在没钱。王奶奶蹦得老高：没钱，你当初装什么大方？没来我家的时候有钱给耀祖买吃的，来我家就没钱了。你个臭婊子，为了嫁给我儿，你真是费尽心机，不要脸的贱货！我妈被他对得说不出话，只剩下惨叫声。我穿过看热闹的人群往家走，心里直呼痛快。刚到家门口就碰到了我爸，身边还跟着一个穿着大衣很有气质的女人。我连忙跑过去喊阿姨好。阿姨大大方方的自我介绍，说她姓李，是我爸单位的领导，还拿出准备好的橘子给我。我接过橘子，看着我爸站在一旁满脸不知所措的模样，瞬间明白过来，这阿姨可能跟我爸有点什么私人关系。我爸老实木讷，阿姨看着很强势，两个人正好互补，而且还是我爸单位的领导。如果跟我爸能成，身边有个知冷知热的人陪着也挺好。我这样想着，连忙留他一起吃饺子。我爸虽然有些拘谨，但也支支吾吾地说挽留他一起吃饺子。李阿姨点头笑着同意了。回家后，我爸忙着下饺子，阿姨陪着我聊天。她说她比我爸大几岁，因为工作原因一直没有结婚。之前虽然在一个厂子里工作，但是工种不一样，也没有接触过。现在我爸转成了技术工种，在他的部门下工作，俩人这才有了接触。李阿姨觉得我爸人很好，虽然不爱说话，但是做事很细心。说着，她看向我爸的方向，眼神里流露出一丝温柔。席间李阿姨不拘谨，也不刻意讨好，让人感觉很舒服。我心里也如同划过一丝暖流。我爸人很好，他值得更好的。这顿饭吃得特别开心。
我爸虽然一直低着头，但是我能感觉出来，他在时刻关注着阿姨的情况。直到吃完饺子，我们去门口送阿姨时，碰到了不知道出门干什么的我妈。她浑身透着疲惫，但在看到李阿姨时，眼睛瞬间瞪得溜圆，又开始上蹿下跳了。哎呦喂，你看着穿的人模狗样的，没想到脑子不好使，这种人还上赶着想嫁呢。嫁给这种穷光蛋，不光得倒贴钱，还得当后妈伺候这个小贱种，你是多想不开。我爸本来没想跟他吵架，毕竟还当着李阿姨的面，但是他骂我小贱种。在我爸忍不住要冲过去时，李阿姨突然说话了：出轨了一个穷光蛋，上赶着给人家当后妈伺候小贱种的，是你吧？早就听说你的大名了，没想今天一见，果然名不虚。我妈没想到李阿姨能这么伶牙俐齿，顿时不乐意了。怎么了？出轨怎么了？我们家老王以后可是要当局长的人，人往高处走，我选择更好的男人有问题吗？你以为谁的眼光都跟你一样，跟着他你一辈子也出不了头。李阿姨微微一笑，当局长，生活作风有问题的人属于违纪，不抓你就不错了，还能让你当局长。我妈可能看出李阿姨不像一般人，眼神明显慌乱了一下，正好这时听到王奶奶骂骂咧咧喊她去干活的声音，赶紧灰溜溜的走了。从那天开始，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再碰到王家人和我妈，不用我去打听，一出门就有好事的邻居大娘凑过来，偷偷就过来跟我说：小芳，你不知道你妈最近可不好过。我把手里垃圾扔掉，笑了笑没搭话。另一个大娘的儿子跟王叔叔在一个地方教书，见我不说话，他搭话了：那肯定不好过，听我儿子说，王家那小子本来学校主任的位置都是板上钉钉的了，结果呢，不知道人家领导从哪听说他个人作风不好，这是黄了，哈哈。可不是，这几天王家人都窝家里不出来见人了，小王好几天都没回家了，王婆子气的整天在家打那个破鞋，真是报应。老刘家多老实的一家人，小芳多乖，她非得跟别人搞那个，上赶着给别人当娘，结果呢，王家婆子可不是吃素的。就是老王家也是报应，自从找了那个女的，没过过一天安生日子，活该。我没说话，趁着他们讨论的热火朝天的功夫，转身回了家。无论我妈有多不好过，那都是她应得的报应。身后邻居大娘还在讨论，这孩子自从那件事以后都不爱说话了。可不是，有个这么不要脸的妈，得对孩子影响多大。邻居大娘跟我说完这是没几天，我竟然在大街上碰见了王叔叔，他一路搂着我妈甜甜蜜蜜的往家走，丝毫没有事业被影响了的样子。大家看到后都冲着他们翻白眼，说他们光天化日的就那样，真是不要脸。我妈听后嘴角一勾，朗声道：嫉妒，你们就是嫉妒我，等着吧，等着我家老刘当上领导，我谁也不让你们好过。不久后，就有人看到王叔叔带着大包小包的东西搭车进了城，大家都暗地里猜测他肯定是送礼去了，这是没准真成了。没想到我这天晚上在门口等爸爸回家时，就看到了喝得醉醺醺、一脸凶相的王叔叔。他一边大骂着臭婊子，一边恶狠狠地踹开家门往里走去。王叔叔一直是文质彬彬的模样，我第一次见他这样，不免好奇，伸长了脖子伸进听。不一会就听到了我妈痛苦惨叫的声音，还夹杂着王叔叔愤怒的咆哮声。我没选上主任，是你他妈的让我去找教育局的王局长的，还说他欣赏我，肯定能给我办。结果呢，这下好了，整个市教育局都知道我是因为作风问题才没选上主任的。你是不是嫌我不够丢人？都他妈的怪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王奶奶也跟着哭天抹泪的打骂起来。丧门星，都是你！非要缠着我儿子，还出主意让我儿子送礼，说我儿子以后肯定能当大官。我看你就是个骗子，是个丧门星，那得多少钱啊？现在钱也没了，我儿子也没选上，你给我滚！你给我滚出去！你个丧门星！王耀祖也跟着骂他：臭婊子，破鞋，滚出我家！你滚出我家！我妈就这么穿着单衣，鼻青脸肿的被王家扔出来了。等王奶奶砰的关上门后，他还在喃喃自语：不可能，不可能的，宪言肯定会选上主任的，那个人我是知道的，他可是很欣赏宪言的，怎么会这样？不可能，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说着他又着急忙慌地拍门大喊道：宪言妈，你们相信我，这事儿肯定能成，宪言以后肯定能当领导。可惜任他怎么拍门怎么解释都没人搭理他。我在暗处冷眼看着这一切，他太得意忘形了，忘了声誉对一个人来说有多么重要。当初王叔叔能当成大领导，是因为他跟王叔叔的奸情没有被捅出来，他杀我让我爸顶了罪，拿着我爸辛辛苦苦挣的钱给王叔叔铺路，这才有的以后幸福日子。现在他跟王叔叔的奸情被捅了出去，钱也没了，还整天大张旗鼓的炫耀，生怕别人不知道。就这样，王叔叔还想当领导，做他的春秋大梦去吧。晚上爸爸回家时，我兴高采烈地跟他描述这件事，我爸只是轻轻摸了摸我的头，他说我现在太小了，理解不了爱和恨。他还说他虽然对不起我们，但是我们也不去看他的热闹，他的一切都跟我们没有关系了，我们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我没办法跟爸爸说我已经活了2辈子了，但是我明白他的意思，
他是不想让我以后带着恨生活。吃完饭，爸爸郑重其事跟我说，今天他升职了，领导答应他下个月就给他涨薪，明天他就带我去买漂亮衣服和零食，以后他可以带我过更好的日子了。他说这话时眼角有泪光，我明白，他一直觉得对不起我，让我受苦了。我跳下凳子奔向他的怀中，昏黄的灯光下，我轻轻为他擦拭眼角的泪。后来我又在王家看到了我妈，听说是王叔叔瞒着学校去市里找领导这件事惹怒了学校的领导，学校把他开除了，家里没了收入，王奶奶让他进门干活养活一家老小。王叔叔下来后，邻居大娘的儿子顶上去了。他在外面的说的时候眉飞色舞的。王家那个儿子就跟脑子有病一样，竟然主动把自己的丑事捅到市里。哦，这可不是我说的，这是我儿子学校的领导说的，简直给学校抹黑。学校领导直接把他开除了，现在在家窝着，没脸见人了。只是我没想到，王家竟然安排我妈去了王叔叔那个死去的前妻的场子，这还是我爸跟我说的。他是真的放下了我妈背叛他这件事，提起来的时候还有些唏嘘。那个地方很危险的，不止出过一次人命了。王家人也是心狠，但这也是他的自己选的。是的，都是他自己选的。当初他跟着我爸的时候，我爸怕危险没让他干过一天活，他自己不珍惜，亲手将自己推入了深渊。后来我开始上学了，有很长一段时间没见到他，再见他是在我爸跟李阿姨结婚的那天。他那时候已经瘦得干巴了，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竟然翻过我们两家中间的那堵院墙，直接进了我家，当众扑倒在我爸面前，痛哭流涕的想让我爸原谅他。我爸把李阿姨护在身后，皱着眉说道：路是你选的，也是你自己在这趾高气扬的说我一个干苦力的，这辈子都出不了头了。当初嫁给我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怎么局长夫人没当成，后悔了？我妈哭着上前拉她的裤腿，涕泪横流。我后悔了，老刘，我真的后悔了。我当初不该出轨，不该放着好日子不过。我跟了那个王八蛋，他不是人啊！他打我，不让我吃饭，我改了，我真的改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爸跟李阿姨在一起之后，嘴也变得利索了，他直接开口嘲讽道：人往高处走，谁往低处流？我放着大领导的老公不当，凭什么要你一个别人不要的破鞋？当初娶了你，我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我告诉你，你赶紧给我滚，不然我就让王宪言来了。我妈现在一听王宪言的名字就打哆嗦，眼看无望，赶紧爬起来走了。她走后，我爸搂着李阿姨的肩膀笑道：怎么样，我做得好吧？李阿姨一向严肃的脸上带了些红晕，夸道：你这口才真是越来越好了。我爸跟李阿姨结婚后，就带我去了城里的大房子。李阿姨说城里教育资源好，她想让我去好点的学校。直到有天我上学时，李阿姨匆忙过来接我，她神情嫌少的有些焦急，一边看着我的神色，我一边柔声说道：你妈妈她杀人了。我在李阿姨的帮助下见到了办案的民警，根据口供得知了事情的全貌。那天我爸结婚时，我妈去找他这件事，还是被那好事的人传到王叔叔耳朵里了，但是他早就被酒掏空了身子，打他几下也没那么疼。但是王耀祖长大了，他从小被惯得无法无天，如今也不学好，除了喝酒就是打人闹事。他知道此事后，打了我妈一顿，打得比王叔叔还狠，差点把他打死。后来那段时间，我妈一直在王耀祖手底下这样水深火热的活着，几次想跑都被抓了回来，直到他忍受不了，趁着王奶奶不注意，把耗子要下在了锅里。警察说等王家人全都不能动以后，他又一人补了10几刀，现场极其凶残，让干了10几年的刑警都受不了。他杀了人也没跑，还主动报了警。他知道自己肯定会死，他只有一个要求，想要见我一面。去见他那天，爸爸不放心，想陪我进去，被李阿姨拦住了。她冲我点点头，相信我一定可以做好。我见到我妈的时候差点认不出来，她瘦得皮包骨头，眼神却很锐利。见到我，她便迫不及待地问我：你是不是也重生了？我也没有犹豫，直接点点头。她笑了，笑得越来越厉害。怪不得把我们奸情捅破的是你。王宪言去教育局送礼没成功，也是你搞的鬼的吧？我还是点了点头。教育局的那个领导一开始确实挺欣赏王叔叔的才华。如果李阿姨的父母不是市里大领导，我没有拜托李阿姨把我妈跟王叔叔的事写信给教育局的话，那教育局的领导可能真的会看在我妈根据上辈子得知她的喜好而精心准备的礼物，以及她对王叔叔的欣赏上，帮助王叔叔升上主任的位置，而那我也毫无办法。可是命运往往就是这样。我在看李阿姨第一面我就觉得眼熟，如果没猜错的话，她应该是前世我爸判刑时那个说可惜了的法官的女儿。他们都是如此严肃凌厉的一张脸，眼角也都有颗小痣，但他们也是如此的心善。是我跟我爸幸运，也是王叔叔跟我妈坏事做尽，罪有应得。探监时间快到时，他突然问我：你不好奇我是怎么重生的吗？我停住脚步，转头看他。
他脸上表情很耐人寻味。我是被王耀祖杀死的，他从小被我惯坏了，一点不顺他心意，他便打人骂人，长大后更是无法无天。终于在某一天，他朝我要钱，我没给他，他一把把我推下楼去摔死了。他奶奶上前想要拦住，也被他扔下了楼。回来后我一直试图教育他，但是他奶奶不同意。现在想想真是可悲，我宁可去掰正一个从小就是劣根的人，都不愿意去关心自己的亲女儿。他看着我，眼神里盈满了泪水。青青，你能原谅妈妈吗？见我没说话，他又急切地说，我也是想为你打算的。王耀祖他是个男娃，你们一起长大，我想着对他好点，你以后长大了也有个照应。没想到青青，我错了，妈妈真的知道错了。我皱了皱眉，一种难言的滋味涌上心头。没想到这点异样的情绪就被他敏锐地捕捉到了。刹那间，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挣脱狱警，猛地朝我扑了过来。刘青青，你去死吧！那一瞬间，我好似又回到了前世临死前看到的那一幕。不过这次我熟知他的心性，不再是毫无防备了。我灵活地侧身躲了过去，下一秒身后传来咚的一声，他因为用力太猛撞在了我身后的墙上，血流如注。狱警将他扶起来时，他已经奄奄一息，但依然挣扎着看向我这边。小贱人，都是你，是你害了我！我明明可以当上局长夫人的，我明明还有机会的，是你！你早就该死，你怎么不去死？你死了，我就不会变成现在这样。说完，他呕出一大口鲜血，不甘心地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听说人最后消失的才是听觉。我不顾众人的阻拦，走上前，凑到他耳边小声道：妈妈，如果可以，我希望你一直活着，不然你怎么看到你最看不上的我与爸爸在幸福快乐的生活？可是现在你死了，我反倒觉得没那么痛快了啊！对了，你相信报应吗？你这么爱叔叔，等你死后，我把你葬在他身边，叫你们一家团聚好不好？你害死了他们全家，若是有地狱，你说他们会不会报复你？我的妈妈。说完，我起身离开。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转身的时候，我看到他的身体猛然抽动了一下。或许这些话他是听到了吧，不过这些都与我没有关系了。他活了2辈子，2辈子不得善终，怪天怪地，怪王耀祖，怪我，却从未反思过自己。坏事做尽终有报，这是他的报应，也是他可悲之处。他不值得我原谅，也不值得我再记恨。以后我会过好自己的日子。看守所的铁门在我身后发出哐当一声闷响，像2辈子恩怨终于落下的重锤。漫天大雪裹着寒风往我领子里钻，雪粒子砸在脸上，又冷又疼。可我却没什么知觉。刚刚审讯室里的血腥味，张桂芳临死前怨毒的咒骂，还在我耳朵里打转，像甩不掉的苍蝇。我踩着没过脚踝的雪地往前走，靴子陷进雪里，发出咯吱的声响。2辈子了，我困在那只鸡腿的执念里，困在他的巴掌和咒骂里，困在临死前撞在桌角的剧痛里。直到这一刻，他咽了气，我才像终于从水里浮上来，能喘一口完整的气。不远处的路灯下，2个身影快步朝我跑过来，是爸和李阿姨。爸的棉袄拉链拉到了下巴，额头上却挤出了一层薄汗。他跑过来，粗糙的手掌抬了又抬，最终只敢轻轻落在我头顶，声音抖得不成样子。青青，没事了，爸在呢。我看着他眼底的红血丝，看着他鬓角新冒出来的白头发，鼻子一酸。上辈子他为了那个女人坐了牢，丢了命，这辈子他终于不用再被拖累，能好好过日子了。李阿姨跟在后面，手里拿着厚厚的军大衣和围巾。她没急着说话，只是先把大衣披在我身上，又仔仔细细用围巾把我的脸和脖子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双眼睛。她的指尖带着暖意，动作很轻，却带着不容拒绝的坚定。做完这一切，才柔声跟我说：车在那边停着，车上有热水，咱们先回家。我抬眼看向他，目光落在他眼角那颗小小的痣上，和上辈子那个在法庭上看着我爸的卷宗轻声说可惜了的法官一模一样。2辈子，我从来没从张桂芳那里得到过半分温柔，却在这个只相处了几个月的女人身上尝到了被人放在心上的滋味。我往前迈了一步，先是攥住了爸的衣角，又侧过头对着李阿姨，用很轻却足够清晰的声音喊了一声妈。爸的身子猛地一僵，别过头去抬手抹脸，肩膀微微抖着。李阿姨也愣了，随即她弯下腰和我平视，伸手擦去我眼角混着血水的眼泪，笑着应了一声，声音也带着哽咽。唉，好孩子，咱们回家。回去的路上，车里的暖气开得很足，我靠在车窗上，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雪景，一言不发。爸几次想开口，都被妈用眼神拦住了。他们都懂，我扛了太多东西，不用急着说什么，回家就好。我暖黄的灯光铺满了整个屋子，餐桌上摆着刚煮好的饺子，冒着热气，是我最爱吃的白菜猪肉馅。这是爸和妈在城里的新家，2室1厅，不大，却收拾得干干净净。阳台上摆着妈养的花，书房里给我收拾出了专门的书桌和书架，墙上贴着新的课程表。这是我2辈子以来第一次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房间，
自己的家。我们3个人围着桌子坐下，爸给我夹了个饺子放在碗里，犹豫了很久，还是开口问我：青青，你妈张桂芳的后事你想怎么处理？爸都听你的。我拿着筷子的手顿了顿，上辈子我到死都在盼着她遭报应，盼着她不得好死，可现在她真的没了，我心里那点痛快早就散得一干二净，只剩下一片空茫。我抬眼看向爸和妈，语气平静的连我自己都意外，把他和王献言、王老太太、王耀祖葬在一起吧。爸愣住了，手里的筷子差点掉在桌子上，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终只是叹了口气。你想好了？想好了。我夹起饺子咬了一口，温热的馅料在嘴里化开。他这辈子心心念念的就是王献言，就是当局长夫人，就是疼那个王耀祖。活着的时候凑在一起闹得鸡飞狗跳，死了就让他们一家团聚，求人得人。妈放下筷子，伸手附在我的手背上，她的手掌温暖而有力。青青，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和你爸都支持你，但是你要记住，这件事不是你的错，从来都不是。他落的这个下场是他自己选的路，跟你没有半点关系。我笑了笑，2辈子了，所有人都在跟我说让我懂事，让我替我妈瞒着，让我忍一忍，只有妈第一句话就是告诉我不是我的错。我知道，我轻声说，我不恨了，也没什么可报复的了。他到死都觉得是我毁了他的好日子，却从来没想过他的好日子从来都是建立在我和爸的痛苦之上的。那天晚上，我躺在自己的新房间里，盖着晒过太阳的被子，一夜无梦。2辈子以来，我第一次睡得这么安稳，没有鸡腿的争吵，没有巴掌的疼痛，没有临死前的绝望，只有满屋子的暖意和门外爸妈压低声音的温柔的交谈。我雪停了，太阳出来了，金色的阳光洒在皑皑白雪上，晃得人睁不开眼。我跟着爸和妈站在公墓的一角，看着工人把刻着张桂芳名字的墓碑立在王家3口的墓碑旁边，4块冰冷的石碑并排立着，像一个天大的笑话。周围来上坟的人对着这边指指点点，低声议论着当年轰动全城的杀人案，说着张桂芳的不守妇道，说着王家的自作自受。爸想挡在我身前，被我轻轻拉住了。我站在原地，看着那4块墓碑，站了很久。风卷着雪沫子吹过来，我开口，声音很轻，却被风稳稳地送了出去。你看，你到死都想要的一家团聚，我给你了。你总说我是白眼狼，是赔钱货，可你这辈子到底得到了什么？你总说男孩才是家里的顶梁柱，可你捧在手心里的王耀祖最后成了杀你的刀。你嫌弃我爸是干苦力的，可他拼了命想给我们的好日子，你随手就扔了。我不会原谅你，从来都不会，因为你欠我的，欠我爸的2条命都还不清。但是我也不会再记着你了，往后我的日子，我的人生都跟你没有半点关系了。说完，我把手里的一束白菊轻轻放在了墓碑前，转身就走，没有再回头看一眼。爸和妈快步跟了上来，阳光把我们3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紧紧地靠在一起。身后的墓碑和那些不堪的过往都被留在了漫天风雪里，再也追不上来了。我时间一晃，8年过去了。土坯墙的教室里，阳光透过木格窗照进来，落在黑板上我写的粉笔字上。我穿着简单的白衬衫，站在讲台前，正带着孩子们读课文。师范大学毕业后，我没有留在城里，主动申请来到了这座偏远的乡村小学，成了这里的语文老师，也是班主任。很多人不理解，说我放着城里的好日子不过，跑到这穷山沟里受罪。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是想在这里给那些像当年的我一样被困在偏见里的女孩子撑一把伞。下课铃响了，孩子们笑着闹着跑出教室。我刚收拾好教案，就看到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姑娘磨磨蹭蹭地走到讲台边，低着头，眼泪吧嗒吧嗒地掉在地上。她叫丫丫，是班里的学生，家里重男轻女，有个小弟弟。家里有什么好吃的，永远都先紧着弟弟。丫丫连个完整的鸡蛋都吃不上。我蹲下来，拿出手帕，轻轻给她擦了擦眼泪，柔声问：怎么了丫丫？跟老师说说。丫丫瘪着嘴，哭着说：刘老师，我妈今天煮了鸡蛋都给弟弟了，我就看了一眼，我妈就骂我是赔钱货，说女孩子吃了没用。这句话像一根细针，轻轻刺了一下我的心。恍惚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年前那个缩在饭桌角落，看着妈妈把鸡腿递给王耀祖的自己。那时候的我也和丫丫一样，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不配吃一口肉，不明白为什么生来就要被叫做赔钱货。我伸手把丫丫抱进怀里，轻轻拍着她的后背，一字一句地跟她说：丫丫，你记住，女孩子从来都不是赔钱货，你值得吃最好吃的鸡蛋，值得穿漂亮的新衣服，值得被好好爱着，跟男孩子没有半点区别。你妈妈说错了，不是你的错。丫丫抬起头，泪眼朦胧地看着我。真的吗？真的。我笑着点头，从抽屉里拿出一颗提前煮好的鸡蛋，还有一颗水果糖，塞到她手里。你看，老师给你留了鸡蛋还有糖，以后有什么不开心的都可以跟老师说，好不好？丫丫攥着鸡蛋和糖，用力点了点头，破涕为笑，蹦蹦跳跳地跑出去了。我站在原地，
看着小姑娘跑远的背影，嘴角带着温柔的笑意。窗外的阳光落在我身上，温暖而明亮。我终于从那个泥沼里走了出来，还能给别人照一点光。